青梅，怎么样？柳云开口没有？这就奇怪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都应该配合我们才是啊。帮个忙，说。现在呢，只能从凶器上看看有没有突破口。你不是经常喜欢研究一些搏击还有冷兵器之类的？是挺了解的。从伤口上看，这个凶器应该是三棱刀吧？确实是三棱刀，可三棱刀的种类有很多啊。所以想请你帮我辨别一下，这个是哪一种？哎呀，我又不是法医，没法从伤口上推断出凶器是什么。不过，我有办法让凶器出现在你面前。主任，我们办公室终于有钱升级硬件了。你们部门哪有钱整这玩意儿？昨晚临时升级，林涛从家里带来了这台3D 打印机。我和他呀，就睡了3个小时，忙了一晚上，就为了做那个游戏建模。游戏建模？哎，这看上去像陈少东的伤处啊。所以啊，我们等于做了一个凶器的模子，这台3D 打印机可以完美的还原凶器啊。厉害啊！我们按照真实尸检的照片，在电脑中做3D 建模，这可以说是丝毫不差吧。伤口的空隙呢，就是这个刀子的形状。哎，好了。这个刀不常见呀。少见就意味着独特，独特的物品总是好找的。我建议在全市范围内搜寻这种刀具，也许我们能推导出凶手的足迹。向李队汇报吧，包括在现场凶手的血迹。李队呢？配合经侦部门调查云享微店去了。来，过来看看。柳云的生意出大问题了。各位老铁们，我是小张，我们现在在云享微店总部，他现在遭数十人围堵。你们注意看这些评论啊，是吧？哎，警察跟群众推搡起来了。这些键盘侠可真是无孔不入啊！都什么局面，还在这胡说八道的？哎，柳云跟张雅欣曾在市高中就读。解铃还须系铃人。柳云不说，我们就让他说，破了案自然能堵住这些键盘侠的嘴了。现在这个张华虽然有嫌疑啊，但是这个现场同时有盗窃的情况，也不排除是这个云享微店的受害者行的凶。反正现在咱们不用着急，李队不是去查了吗？应该很快就能查出来可疑人员。不能让李队一个人战斗，必须赶紧把案件调查清楚。你瞅啥呀？李队不是让你主持大局吗？快布置一下呀！好，这样吧，赵副队，麻烦你先拉开网找张华。是。我和环环负责摸柳云的底，特别是跟张华和张雅琪的关系上。至于凶器这一块，只好麻烦法医部门了。这样我们2条腿走路，最终会合2为1的。老板，哎，跟您问点事儿。这个人您见过吗？哦，我不认识。那这种刀您这儿有卖吗？这种刀并不常见的。确实，这种刀本来属于人工杀猪放血的。几年前这种刀的销量很好，这刀能干粗活，也能做细活，现在都是专业的人在玩了。总不能全都是屠宰场的人买吧？还有一些户外生存的体验者或者刀具爱好者爱玩这种刀具。就如果普通人操作的话，
能够弄出这种平整又细小的创口，你觉得难度大吗？这个也有可能。那在你们这儿购买这种刀具的，应该都有登记吧？这个肯定，我们会定时送到派出所的。这属于管制刀具，一般人买不了。老板，哎，麻烦你一下，把在你们这儿买过这种管制刀具的人的身份信息给我提供一下。好嘞，您稍等。是不是想到什么了？我们得回去一趟。现在很多人都很少洗照片了，可我喜欢照片，喜欢相册，这种回忆，既看得见又摸得着。就是这个班上有2个学生啊，我永远也忘不掉，一个是张雅欣，另一个就是柳云。钟老师，张雅欣的事后来都传遍学校了吗？我们还组织学生去看望过张雅欣父亲。哎，钟老师，那柳云当时在班里是什么情况啊？柳云呐，她很漂亮，是校花儿，会唱歌，会跳舞，学习也好，全校没有人不知道她的名字。她都毕业好几年了，还有很多人提起她呢。她是天生的明星，能成功理所当然。那柳云和张雅欣的关系怎么样？在张雅欣成为星星知我心之前，柳云是唯一和她说话的女生。哎，张雅欣来了，张雅欣来了。你看，让人蘸了番茄酱。老婆，这都要拆饭吧。雅欣，纸巾。后来，柳云走到哪儿都会带上张雅欣。通过她的努力，同学们对张雅欣的交流也多了。张雅欣开始有了笑容。柳云是我见过的最善良的女孩，她长得美，心也美。除了张雅欣之外，柳云还有没有别的朋友？还有月月。柳云从小就是那样的女人，完美、善良，照顾弱势群体。她希望所有人都看到她的好。钟老师说，你们之间是闺蜜啊？我们只是高中时候的朋友。她从来都不缺闺蜜的。每到一个新的环境，她就会换一拨人，和以前的人呢就断绝了联系。看来你对她的评价不是很高啊。我太了解她了，她对别人好，只是想得到更多的赞美。她享受这种感觉。如果有人抢了她的风头，她就会暴露本性的。什么本性？嫉妒和冷血。听说咱们班出了一个网红哎，那个张雅欣，我看她在微博上发了很多关于她的自拍。同学们都商量着要去看张雅欣，要不要一起去？我晚上还要上钢琴课。自从张雅欣变成星星知我心后，她的人气可是嗖嗖窜呢。网红的只是昙花一现，你和她关系这么好，没准你也会被她带火哟。我不想火。听说前2天有记者来咱们班采访，问张雅欣的事情。你怎么老问别人的事情？你太闲了吧？后来他上课总玩手机，我以为他是在默默地关注张雅欣。黄甫。2个月后，网上爆出了张雅欣和黄甫的聊天记录，我才知道柳云做了什么。半年以后呢，柳云就被家里人送出国了。张雅欣的事情，慢慢的也就没有人再提了。柳云回国之后，你跟她接触过吗？没有，我和她联系过几次，她总说自己没时间。后来我也明白了，人家可是身价上亿的大老板，没时间见我也倒是正常。但是跟几个混得好的高中同学倒是经常组局。后来我也就明白了，人家只是不愿意见对他们有帮助的人。更不愿意见知道真相的人。
我们一直认为这2个刀口是同一个凶器造成的，那必定也是同一个人造成的。伤口的深浅，还有刺入的角度，我们也认为是在搏斗过程中造成的。没错。那既然普通人也能刺出这样的伤口，那有没有可能是2个不同的人分别刺向了沈晓东？你的意思是，张华可能是有帮手的？还不能确定，不过目前没有依据可以排除。是。2位，水果刀以及受害者家1楼血迹经过 DNA 检验，证明包含张华的血液。这是报告。那证据确凿了。那也就是说，张华也受伤了。可如果只是以报复为目的，张华怎么可能会盗窃柳云家？这和之前几个案子的情况太不一样了，这肯定不对劲。我去看一下他。家中失窃，柳云夫妇遇袭，行凶者究竟是不是云享微店受害者于安呢？这要等警方的答案。但据知情人透露，柳云夫妇平日生活铺张奢侈，长期挪用公司款项进行个人消费，已涉嫌违法。云享微店的前路一片暗淡，柳云是否会承担责任，我们拭目以待。请进。我们是市刑警队的，我叫林涛。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我累了，需要休息。我们跟钟老师、月月都聊过了，这份谈话记录上记录着当年你跟张雅欣的状况。编的，都10年了，我都记不得这些事情，他们能记得吗？黄福雅俊这个账号你忘不了吧？刘小姐，行凶者有可能是连环杀人犯，他在报复伤害过张雅欣的网络暴力者，你应该是他名单中最重要的目标。不达目的他是不会罢休的，不抓到他，你跟你的女儿都会有危险。我们是来帮你的。在家在吗？放心，孩子在这里很好，请家属不要担心啊。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你们能保证我女儿的安全吗？能。好，你们想知道什么？谢谢。是不是有一种失落感？我只是觉得，张华不会做出盗窃财物这种事情。张华已经被通缉了，身无分文，走投无路，顺手牵羊的也是情理之中啊。也许是我想多了吧。你追寻一个目标太久了，倾注了大量的心力，现在锁定凶手是张华，这么轻松，你反倒不适应。没事的，会好起来的。我就是觉得，这一切都太顺利。遇到的沟沟坎坎多了，偶尔顺利一次，反倒不踏实了。柳云一直没有说明那天晚上的情况，这是为什么？仅仅因为张华是凶手吗？还是说因为他不想当年网络霸凌张雅欣的事情被扒出来？我觉得应该是另有隐情。喂，好，我知道了。柳云已经开口了，也许事情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但愿吧。我们走访了柳云的老师和她的闺蜜，
他们帮我们梳理了10年前柳云对张雅欣的心理变化轨迹。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从照顾到嫉妒，从嫉妒再到伤害。10几岁的女孩之间有秘密很正常，但是像柳云对张雅欣伤害那么深，还能毫无悔意的过这么多年，也是很少见。所以我们由此作为突破口，对柳云实施了压力，她才说出了真相。她说当天晚上她在浴室里泡澡，凶手进入浴室，用了一种奇怪的方式对她行凶。你什么人啊？啊，你要做什么？你需要钱吗？我可以给你啊。你误会了，我是来跟你讨一笔债的。是不是云想微店的项目啊？你相信我，不是故意骗你们钱的，我已经在解决了。你给我点时间。我的问题，钱解决不了。你要什么呀？我可以给你。你的命。他的说法跟安然的推测有相似的部分。这么看来，柳云中刀能活下来，真的是奇迹了。可谁都没想到，死的人却是她丈夫。她不愿意多谈张雅欣，也没有督促她的丈夫，只要求我们保护好她的女儿。看样子，她心里只有她女儿。是的，这点很奇怪。伤害张雅欣的人都开始各自生活，他们都淡忘了曾经间接导致一个16岁小女孩的死亡，但只有张华忘不掉。他人的淡忘与冷漠推动张华心中复仇的怒火，以至于连柳云无辜的女儿他都不愿放过。斩草除根，可见张华的报复心。目前只有柳云母女是唯一的幸存者。如果张华知道他们还活着，是不会收手的。柳云的女儿目前是安全的，她在警队的医务室。不安全的人是柳云。李队，我建议提高柳云的保护级别。已经申请了。另外，柳云的口供也录好了，她打算休养2天，就把女儿带到北方去。现在我们有了她的口供和我们掌握的证据，只要抓到张华，案子就算结案了。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杀害柳云丈夫陈晓东的凶手不是张华呢？不可能。以现在来看，证据确凿。有一个关键性的证据刚刚得到确认，刀具店发来了消息，说购买3棱刀的顾客是陈晓东。什么？不是张华？可是按照柳云的证词，3棱刀是张华携带的。所以说柳云撒了谎，也许他认为购买3棱刀的人不少，认为我们不会不开调查。可他为什么要撒谎呢？总不会是忘记了吧？或许真相就藏在这把刀上。我们搜查过柳云家，没有找到那把刀。有2种可能，一呢是被张华带走了，2呢是有人藏匿了这把刀。我认为啊，在案件侦破之前，不能排除任何人的嫌疑，包括柳云。李副总，哎，不好意思啊，让2位警官久等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小东又不在了，简直就是一团乱麻。
他的案子有进展了吗？我们今天来就是向您了解情况，因为听说您是他多年好友，又一起创业，那想必您对他应该有不少了解吧？哎，我们是一起留学的同学，算算认识也快10年了。他是一个户外生存爱好者吗？对啊，我们在国外的时候就一起玩这个了，算是发烧友吧。那你们有没有学过在户外如何使用刀具？懂是懂一点，但也只是皮毛。毕竟我们玩的是户外运动，不是格斗。但小东这个人对刀具感兴趣，他喜欢收藏把玩。这种刀他有吗？三棱刀，他的最爱，每次出去玩户外他都带着。他就是喜欢这把刀的造型。哦，对了，他出事的当天也去参加了户外运动。陈晓东和他妻子柳云的关系怎么样？他们两个分居好久了，想离婚，各种事情缠绕着离不开。听小东说，他们正在争夺孩子的抚养权，两个人轮流带，但又谁都不愿意把孩子交给对方，可以说是矛盾很深了。那关于柳云和他的云享微店，你了解多少？柳云这个人吧，小户人家出来的，为了钓上小东这个金龟婿，他真是煞费苦心了。当年柳云为了追求小东，还专门去学了攀岩。因为小东酷爱户外运动，她嫁给陈晓东以后，算是一步登天了。可是她又不甘心自己做个小女人，非要弄出点自己的事业来。结果弄什么都不行，回回都是小东给她收拾这个烂摊子。云享微店这个事儿啊，原本是小东的计划，结果被他偷走了，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哎，哦，对不起，我失态了。跟小东，我是多年的好兄弟，他的离去，我始终都接受不了。上次他去攀岩，我还说过他福大命大呢。为什么说他福大命大？当时他的安全绳断了，差点就被摔死了，幸亏他反应快，抓住了树枝，才保了命。那次攀岩，柳云有去吗？有啊，当时给他吓坏了。这个云享微店本身是没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就出在了这个操作上。这个柳云太急于求成了，在这个资金没有完全注入的情况下，他就向个体和加盟商集资，到最后这资金他也没介入，就等于说他是用8个瓶盖盖10瓶水，没盖好漏了，玩大了。柳云呢本来是想向陈晓东求助的，但是当时2个人在闹离婚和孩子纠纷的问题，所以他没答应。还有啊，这个云享微店开不下去了，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个陈晓东在幕后下的黑手。经过走访调查呢，可以确定陈晓东是一名户外运动爱好者。案发当天呢，他有参加户外运动，并且携带了3棱刀。柳云当初为了接近他，也参与过户外运动这个圈子。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我相信张华是被反杀了，至于他现在是不是还活着，这并不好判断。出手的人是陈晓东，这也就可以解释那些喷溅的血迹是怎么回事。所以那是张华受伤时喷出来的。那陈晓东是谁杀的？你不是一向都喜欢大胆的假设吗？陈晓东、张华、柳云，这也太离谱了吧！但这只是猜测，没有证词，也没有证据。饿不饿？要不要去吃点东西？我跟你说，我有时候想想都后怕。我们一直找的凶手，原来一直就在我们身边，吓死人了。抛开别的不说，他烧的菜确实是不错。那我做的饭就不好吃吗？迄今为止，你除了煮面也没做过别的。那还不是因为你自己喜欢吃面？那还不是因为你想多见我几面？你怎么知道的？哎呀，那我以后学着做别的菜就好了。我们那么忙，干我们这行的哪有时间研究别的菜谱啊？我跟你说，如果张雅欣没死的话，老张是个很恋家的人，烧的一手好菜。如果老张没死的话，难道他会在那儿吗？
你在这里等我。不行，我必须得跟你一起上去。我是说他有可能在这儿，不代表他一定在这儿，你不用担心。那也不行。好，那你跟着我。安法医、小秦法医都来了，还是你们两个聪明，知道在这儿能找到我。还没吃饭呢吧？要不先吃点东西，我简单弄2个菜，别嫌弃啊。放心，菜里没下毒，我先吃给你们看啊。祝2位警官事业有成，爱情顺利。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会和杀害我母亲的凶手坐在一起。张华，对柳云行凶的人是你吗？要不是她老公突然冒出来，我就得手了。你的伤是不是被3棱刀伤的？那把刀在你手上吗？他捅了我一刀，我把刀抢过来，又捅了他一刀。你觉得我伤得这么重，还有心思跟他抢刀玩吗？能活着逃出来，就已经是我女儿在天上保佑了。陈晓东的致命伤有2刀。我逃走的时候，柳云还活着。你们以为柳云是个什么好东西吗？10年前，他就已经很擅长杀害别人了。你是说柳云和你女儿的事情？张雅欣得病之前，跟其他同龄的女孩一样，活泼、可爱、漂亮。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孩子像我女儿那么爱笑。可是后来，她就不笑了，再后来，她就死在我面前。我在我女儿的遗物里找到了这个本子。我女儿是被网络的谩骂、侮辱、逼死的，那些最伤害她的话，最伤害她的人，她都记在这个本上。女儿的心愿，当爹的得帮她了了。我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经常梦见她的脸，她永远是16岁，有时候笑，有时候哭。有时候满脸是血。我每次醒过来都泪流满面。我不断地提醒自己，我活着的唯一理由就是惩罚这些凶手。你用私刑惩罚别人，这是犯法，你知道吗？一个父亲该
该做的必须做，我不能再让我女儿的悲剧再发生，我必须阻止他们继续作恶。那我母亲呢？我母亲又做错了什么？郝之云是造成我女儿跳楼的始作俑者。你到底对郝护士长做了什么？我的目标原本不是郝之云，是你，秦明。我听说我女儿自杀以后，郝护士长得了重度的抑郁症。我当时认为她是罪大恶极，她的病根本不能改变我的计划。我跟踪了秦明好几天，终于等他落了单，我正要下手，没想到秦明去找他妈了。那天，郝护士长正准备跳河自杀。妈，你下来啊！明明，妈，明明，妈，小心啊！你干什么救我？明明，你干什么呀，救我！知道我为什么对你儿子下手吗？张雅欣的死是我造成的，她的命我来还。你放过我儿子，我求求你，放过我儿子！我女儿死了，但是没人为她的死负责，也没人为她的死付出任何代价，这不公平。我女儿不能白白冤死吧？郝护士长，你刚才也说了，我女儿的死与你有关，所以杀了你理所当然。你可以杀了我，放过我儿子。我还没说完，我杀了你很简单，但我并不是穷凶极恶的杀人凶手，我只想给我女儿讨回公道。杀你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让你体会我的痛苦。这世上有一种痛比死还难受，那些没有经历过丧子之痛的人根本无法理解。你我都是为人父母的人，我的痛你也该体会体会。当然，还有那些网络暴民，我也不会让他们死得那么容易。张华，我绝对不会让你再碰我儿子。如果你一意孤行，今天晚上只有2个结果：我死，或者你死。一旦你杀不了我，让我跑了，你的复仇计划到此结束，我跟你鱼死网破。你未见得有胜算。你还有一个选择：杀了我，放过我儿子。你不怕我反悔吗？我知道你是一个明事理、重情义的好父亲，我也相信张雅欣的在天之灵一直在看着你所做的一切，他绝对不会让你杀我儿子，他也绝对不会让你变成一个滥杀无辜的杀人狂魔。你问问你自己的心就知道了。你死之后，我会把你扔到河里，把你伪装成溺水自杀。你儿子为了救你，也落水了，但最终上岸又活过来了。我能保你儿子一条命，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了。程强，你真的信我吗？我以母亲的名义去死，
你以父亲的名义杀我，我图的不是你守不守信用，我图的是我们都是这个世上最爱我们孩子的父母。准备好了吗？妈妈爱你。动手吧。我承认，郝护士长是个好母亲，伟大的母亲。但是这不能抵她的罪。我妈妈没有想害死你女儿，她只不过是想让她重新振作起来。可结果呢？我女儿跳楼了。她那么小，她本来就已经被癌症折磨得皮包骨头了，她都那样了，他们还不放过她，用那么强的电流电她。那些自诩善良的医生还不让她安宁。这段视频你应该没有看过吧？我们的小美女太好看啦！成功耶！这有什么用？他已经死了。这一刀太深了，我活不了了。可惜没把刘云杀了。你们很想知道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吗？恐怕你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你先别说话，保存体力，叫救护车。你母亲是我杀的，还有那些被我杀的人，我罪大恶极。你现在恨不得马上把我弄死吧？啊！来，我不反抗。见了线的木偶，是谁在控制？明明恍惚的烛火在责问我，恐惧像无尽深渊，藏匿着什么？颠倒了与恶，被遗忘的故事，风尘的日子，时光像是琥珀。
在等待我。倒影中的世界，心上的茧，爱怎么会不见？残酷的真相在眨眼之间，谁戴着面具卖力表演？悲伤的真相在呼吸之间，放肆的嘲笑我。愤怒的真相在黑白之间，无声的庄严，谁在用灵魂悼念？模糊了爱与恨的边缘。And this love doesn't always move in a straight line. One day we hate each other, but the next we're doing fine. And the cruel truth, in the blink of an eye, for you to move on, gotta leave me here behind with these memories, golden like a treasury. Wish that we could blow a time out like a referee, but we can't. I know we had a plan, supposed to be together forever, but in the end, but in the end. 前进的航线是谁在控制？已经模糊的曲直在追问我，这生锈的钥匙锁上了什么？看不清爱与恨。对与错的公式，回应无休止。时光像是琥珀，在当